提醒糖尿病患者，身上有这4种症状，你可能得了严重的并发症。我国是糖尿病高发人群最多的国家。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 IDF 数据，中国成人糖尿病患病人数已达 1.14 亿，占全球糖尿病患者的比例高达1/4。这主要与经济发展、生活方式改变、人口老龄化等因素有关。而长期高血糖状态会导致神经、血管、肾脏等多系统多部位的功能和结构异常，最终产生严重并发症。如果糖尿病患者出现这4个症状，很可能是并发症发作，需要引起足够重视。1、腿脚麻木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糖尿病的发病率在持续增加。如果糖尿病患者出现腿脚麻木、尿液异常、皮肤溃烂和视力问题等症状，很可能是并发症发作，需要引起足够重视。其中，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是最常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。我国2型糖尿病患者的周围神经病变检出率约为 30%到60%。高糖血症会导致神经末梢血管病变，出现增生、狭窄或闭塞，使神经末梢长期处于缺血缺氧状态，营养供应不足。这可引起神经轴突变性，激发神经痛觉传导，从而出现针刺样疼痛、烧灼感。同时，神经传导速度减慢，导致感觉传导异常，表现为下肢麻木、感觉减退。如果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得不到有效控制，症状会持续恶化。患者对温度、痛觉的感知能力下降，反应迟钝，易发生外伤，但又由于知觉障碍，不自觉皮肤已损伤，延误治疗。足部溃疡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和治疗，还可能扩展坏死，严重者需切除病变组织甚至截肢。同时，神经传导速度的进一步下降会导致肌肉无力、行动不便，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。因此，糖尿病患者一旦出现四肢麻木、刺痛等异常感觉，应当高度重视，积极控制血糖，采取神经营养类药物，进行物理治疗等，以期望恢复神经功能。同时，定期监测神经传导速度，评估病变程度，并注意观察足部，及时发现损伤，以免错过最佳治疗时机。只有这样才能遏制病情发展，避免严重的神经损害后果。2、糖尿病肾病。除神经病变外，糖尿病肾病也极为常见。统计数据显示，我国2型糖尿病患者肾病发生率约为 20%到40%。糖尿病肾病 （Diabetic Nephropathy）。DN 是糖尿病最主要的微血管合并症之一，也是中末期肾病 SLD 的首要病因。DN 的发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其发病机制极为复杂。简单来说，在高糖状态下，肾小球的滤过量和肾血流量明显增加，各类细胞因子、炎性因子大量释放，导致肾小球基质扩张，细膜区胶原纤维增生，肾小管基底膜增厚，进而危及肾功能。DN 的临床表现可划分为4期。早期阶段，肾小球滤过率稍有升高，尿中未检测到微量白蛋白。前期阶段出现微量白蛋白尿，24小时尿蛋白排泄量30到300毫克，这是 DN 早期筛查的重要指标。到了显性阶段，会出现临床蛋白尿，24小时尿蛋白量大于500毫克，同时可能伴有高血压及肾功能下降。而中末期阶段则是泛蛋白尿，肾功能快速恶化，最终发展为尿毒症。随着 DN 的进展，肾小球滤过率急剧下降，各种毒质无法排出，血液中的尿素氮、肌酐升高，患者出现乏力、食欲减退、恶心、呕吐等症状，最终可能导致高血压危象、代谢性酸中毒、心力衰竭等，危及生命。中末期 DN 只能依赖血液透析或肾脏移植治疗，因此及早监测肾功能，控制蛋白尿的出现和加重，对糖尿病肾病的防治意义重大。DN 的发生与糖尿病病程和血糖控制密切相关，患者应定期检测24小时尿蛋白排泄量，一旦大于30毫克，应引起重视并积极治疗，进而延缓病情进展，避免中末期肾衰的发生。3、皮肤溃烂。伴随肾功能衰竭，患者抵抗力下降，皮肤则容易受到各种疾病和刺激的侵害，出现瘙痒、溃疡等情况，这会形成恶性循环，皮肤问题反过来加重病情。因此，一旦有皮肤异常，需要尽快治疗，防止症状恶化。糖尿病性皮肤病变较为常见，
有统计显示，约30%的糖尿病患者会出现某种类型的皮肤问题，这主要与长期血糖升高导致的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有关。常见的糖尿病皮肤并发症包括： 1. 糖尿病性皮肤瘙痒。由于高糖可直接刺激皮肤感受器，也可引起皮肤干燥，导致严重瘙痒。瘙痒可引起抓挠，破坏皮肤屏障，继发细菌感染。2. 糖尿病性皮肤炎。高糖环境下，细菌和真菌过度生长，引起各类皮肤炎症，如糖尿病带状脓疱疮、糖尿病性举原酸杆菌皮肤病等。3. 糖尿病溃疡。由于末梢神经及血管病变，足部等处皮肤易受压迫性损伤，继而溃烂化脓，严重者甚至会坏死，需要手术切除。另外还会出现黄褐斑以及皮肤干燥的问题。黄褐斑的病因不明，可能与糖化中产物沉积有关，表现为躯干或四肢对称出现黄褐色斑块或丘疹，而皮肤干燥主要是由于排汗功能障碍及皮脂分泌减少导致。糖尿病皮肤问题不仅影响外观，还可导致严重感染，甚至危及生命。因此，患者需注意皮肤清洁护理，避免创伤，同时积极控制血糖，改善微循环。一旦出现瘙痒、溃疡等异常，应及时就医治疗，必要时应用抗菌药物，避免症状恶化产生严重后果。只有定期监测和积极治疗，才能减少糖尿病对皮肤的伤害。4. 视力问题。肾病引起的代谢紊乱也会通过血管损伤影响眼睛，视力持续下降可能是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，继续拖延有导致失明的风险，要及时就医，避免错失最佳治疗时机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Diabetic retinopathy。 D2 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，也是成人失明的主要病因。国内糖尿病患者 DR 检出率约为 24.4%， 且随糖尿病病程延长而增高。D2 的发生与持续性高血糖导致视网膜微血管损伤有关。高糖可引起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和毛细血管基底膜增厚，进而阻塞视网膜毛细血管，造成缺血缺氧。同时，高糖也可激活糖原酶途径，进一步破坏血管结构和功能。DR 病变可分为非增殖性 DR 和增殖性 DR。非增殖性 DR 表现为微血管病变，主要有微血管瘤、点状出血、硬性渗出等，症状可表现为视力模糊、浮动斑点等。而增殖性 DR 则出现新生血管形成，这些畸形血管易破裂出血，导致玻璃体积血，严重影响中央视力。部分患者还可出现并发性青光眼、视网膜脱离等。DR 病变的发生与糖尿病病程和血糖控制也密切相关。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显示， HbA1c 大于 6.5% 的患者10年 DR 发生率约为 75%。因此，定期眼底检查对早期发现 DR 具有重要意义。同时，积极控制血糖，保持 HbA1c 在理想水平，是预防 DR 发生及进展的关键。对于已发生 DR 的患者，应积极营养视网膜，控制高眼压，进行激光治疗等，以防止病情恶化导致失明。结语：糖尿病并发症的产生与长期血糖控制不佳、肾脏损害等多种因素相关，它们的表面症状背后常隐藏着严重的健康危机。因此，当患者出现相关迹象时，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及早治疗，才能最大程度地遏制病情进展，避免并发症对健康的不可逆损害。同时，定期监测各项生理指标，积极控制血糖，改善生活方式，也是维护健康的关键所在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让糖尿病不再成为让人丧失健康的恐惧病魔。